大家都说现在的这个英雄越出越夸张啊，卡瑞兹啊，什么小青啊，哇，控制的不得了。那什么英雄好呢？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天敌的。我在王者里面早就拿到很多次这个英雄是对抗他们是很好用的，就是我们的查格纳尔。在传说很少人选，可是却是一个很好的英雄。这次在 S 排位赛中直接告诉大家，哇，这个英雄到底该怎么穿，怎么奥义，怎么用魔纹，很快就能赢到对面呢？好享受吧。所以靠对面的这个这个蓝，我们直接开启一个懂吃的水域结界，二技能不断的刷起来，把他人头收掉。还有一个对面的瑟菲斯又是还速，二技能一技能不断的还速他想挽回，且我们马上保护我们大鸡小兄弟，又来一个一技能搭配队友把他人头就收掉。哇，这里这么多英雄，直接3塔之间不断扛塔，搭配队友把对面蓝直接拿下。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嗨，everyone，我是 Mad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 S 排位赛查格纳尔辅助的实战解说。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教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查格纳尔或者是玩过辅助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我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为什么选到查格纳尔这个英雄呢？是因为看对面比方说史兰兹也好。这个蓝也好，还有对面的这个小青对面还有一个小青，这3个英雄再加上瑟菲斯的一个跳，都是蛮控制的一个英雄，所以呢，选一个查格纳出来呢，是一个很可以的一个选择。在传说对决很少人去选择查格纳这个英雄那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英雄叫这个卡瑞兹。很夯的英雄，那大家都说他是 T0 的存在，在传说对决了没有什么，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克到他。其实，在王者是怎么解决的呢？如果是遇到鬼谷子卡瑞兹这个英雄，这里可以看到，现在看这一波把对面的这个兔子之间的搭配队友，我们刚刚扛一下他，把他人头收掉。KDA 不太重要只要能把对面的收掉就可以这个助攻不一定要转，你反正扛到他就好了。那刚刚说的怎么应对卡瑞兹呢？就是拿查格纳尔。为什么拿查格纳尔？比方说好了在王者的辅助装没有视野装备，就是没有连游之戒。可是呢，如果卡瑞兹一进场我们可以直接开一个大招。那查格纳尔的大招呢，冷却时间是跟卡瑞兹的大招是到了中期不会差很远的所以基本上看到他进场其实不难看，他隐形自己玩久了这个卡瑞兹你就知道了，他隐形也不是说完全隐形的，你会看得到的他要进来圈人的时候你也开大。这里呢，我们尝试去越塔，这里即便你是一个辅助，你能逃也不要逃要帮你自己的射手呢承受一个伤害把辅助的命换掉，总比把输出位的命换掉更好。有时候辅助的命呢，就是传说对决，就是打游戏啦，英雄里面总有一些命呢是比较怎么说呢，能够说价值比较低一点的，就是我们的辅助的命很多时候呢，如果大家有看这个猎魔士这个Netflix 这个影片的话，也知道这个词叫lesser evil， 就是2条命之间你辅助的命就是怎么说呢，比较的没那么高价值。如果真的要换掉命的话呢，把自己辅助的命换出去会比较好。这里呢，直接把下路的塔拆掉，然后再把2塔拆掉。这一把我们会打得很快速，把节奏带好，10分钟都大概9分钟就 end game 这一把大概但要怎么去把这个节奏带得那么的好呢大家可以就
看一下啊，这一把清完下路啊，清下把下路2座塔拆掉之后，我们就转中蹲了。血量一不健康，马上就回城，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德鲁伊。那如果没有德鲁伊的话啊，就不会平白无事就可以把血量回起来啊，恢复也还有很久，治愈也还有很久。那治愈也不要那么浪费，就只交给自己啊。所以的话，要回城的时间点，果断就先回城。然后看到呢上路打起来，而瑟菲斯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要在开魔龙给到这个视野，那不要管他的这个魔龙，我们自己抢不掉，他有制裁，反倒是可以看到上路这一波开启大招水域结界2技能不断的打，把对面的蓝人头直接收掉。查格纳尔这个英雄其实我是很喜欢用的这个英雄啊。那这里我们的雅各尼之握窝到对面的射手小兄弟，我们越塔扛塔让队友输出，然后给队友知道我们水域结界的 CD 还在，所以呢我们可以退一退再进场，退一退再进场，这样，然后等待兵线到来呢，就直接进场把对面上路的外塔也拆掉，再把对面小青还速。那这里开启水域结界，对面全部控制不到我们，那全部的技能缴在这个辅助身上呢，我是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代表我们的输出没有人要打。那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就很赚，用一个辅助的命换掉对面一个射手的命啊！全部英雄追着一个辅助来打的话，即便我们是一个残血的状态，看上去好像很残啊，不过这个百分比绝对值还是要打很久。那在打我们的这个途中，我们的队友就不断输出对面的射手位刚刚把对面的输就换掉，再来一个水域结界想要进场把对面的瑟菲斯把他血量消耗。这个时间点我们血量不健康的这个状况可以直接拉掉。大家要知道什么英雄很难抓，不是位移很多的英雄当然很难抓，比方说那克罗斯、莫拉兰多这类的英雄。在辅助之中弹辅之中，查格纳尔这个英雄是很难抓的。看上去你用这个英雄没有位移其实不是，这个英雄反正控不到有加速他又可以还你速，使得这个英雄其实如果你玩一个没有位移的射手想要去追我们的查格纳尔的话，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里看到对面这个瑟菲斯一技能还速到，开启水域结界马上去追他，一技能缴上去又还速，不断的追他。这个时间点呢，他知道无路可逃，挽回他，我们保护我们的达尔西小兄弟，把他人头收掉。那这里呢，我们持续的一技能不断的还速对面，出到德鲁伊就让我们这个英雄的回血可以很好。8分钟的时间，凯撒刚出生，把对面打野刚刚一收掉，就马上做凯撒，不啰嗦，我们马上发起这个凯撒。打到去高端场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会太注意自己的战绩到底好不好，赢了就可以了像职业联赛一样赢了就行了。有时候我扛塔不要这个助攻，不要这个击杀，把对面的一个换掉很赚的话，那就换他这里再看到对面的小青，其实小青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查格纳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是出一个进化护丸好了，这个冷却还是蛮高的。小青如果一个逼动的话，我们队友比方说龙兽也好凡恩也好我们的这个我只记得他叫雅各尼之握我们的雅各尼之握这个诺可西小兄弟一旦被逼动的话，我们进化护腕是没那么的快有冷却，反倒是查格纳尔的大招就不同了，水域结界不断的承受伤害，不断的保护兵线，把对面直接一波团灭，9分钟的时间拆掉对面主堡，赢得这场游戏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cTeam 的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